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培根芝士的小面包。这款面包它应该属于稍微有点咸口，因为里面加了芝士又加了培根，吃起来有点咸香味儿。我们先在碗里打入一个鸡蛋，然后用打蛋器把它打散。接下来加入220毫升的纯牛奶，搅拌搅拌，把纯牛奶和鸡蛋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加入4克的酵母粉，15克的白砂糖，搅拌搅拌。下面我们来准备面粉360克。面粉呢，有高筋面粉的话，可以选用高筋面粉；如果没有的话，普通面粉也可以代替。因为这款面包属于家庭版的小面包，就是对面粉的要求度没有那么高。我们搅拌搅拌，使面粉没有干粉的状态下之后，我们再加入黄油30克。这个面团它的含水量比较高，所以会比较的粘手。在揉面的过程中，如果实在很干手的话，我们可以揉一会儿，让它静置10几20分钟左右，再过来揉面。也可以手上稍微沾一点干面粉，这样会好一点。揉成光滑的面团之后，我们室温发酵至2倍大。在面团发酵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些蔬菜作为面包的馅料。一根胡萝卜去皮，然后用刨刀刮成丝。这个馅料它没有具体的克数，大家就是随意就好。如果胡萝卜比较大的话，半根就足够了；如果比较小的话，也可以用1根。然后再准备一个青椒，我们也把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点、短一点。胡萝卜和青椒都切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备用，然后再准备一些培根，同样也把它切成细丝。这里的培根不建议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，因为我感觉培根和青椒搭配起来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再准备一些芝士碎，这样我们的馅料就准备好了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，面团很快就发酵好了。我们撒一点干面粉，然后用手指戳一下，如果不回弹的话，就证明这个面团它发酵好了。我们把它倒在面板上。面团比较软，记得在面板上少撒一点干面粉防粘。面团倒出来之后，用手轻轻地把面团压扁排气，然后根据自己烤盘的大小，把它平均的分成几份。这里我分成了6份，你也可以分成8份。分割好的小面团，我们用手把它揉匀。操作熟练的话，直接在手上就可以将它揉圆。如果说操作不熟练的话，可以放在面板上，把它揉成一个小圆球。全部揉好之后，我们盖上保鲜膜，再松弛10到20分钟左右。松弛好的小面团，我们取第一个，在面板上少撒一点干面粉，然后轻轻的按扁，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薄饼。擀成一个圆的薄饼之后，我们用割刀在圆的薄饼上面轻轻地划2刀，如视频里这样，然后在中间的区域
铺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馅料，照视频里的方法，把这个馅料包裹进面团里。这个面团它比较软，所以我们包的时候就很轻松。尽可能的多放一些馅料，这样吃的时候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一点。看，这样一个面包生坯我们就做好了。铺馅料的时候，我们先在最底层先铺一层芝士，然后再放上胡萝卜、青椒还有培根，最后再在最上面再铺一层芝士，这样烤出来它就是拉丝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依次把所有的面包坯都做好之后，放进烤盘进行2次发酵。发酵好之后，我们先在表皮刷上一层鸡蛋液。如果家里有芝麻的话，也可以撒一点芝麻点缀一下。看，这是我们做好的所有的面包生坯，馅料有红有绿的颜色搭配，看起来都非常的有食欲。放进烤箱，然后200度左右烤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这里烤箱的温度和烤制的时间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烤箱来进行调整。也可以在烤的时候注意观察，面包上色金黄之后就可以了。趁热我们掰开一个看一下，特别的暄软，看都拉丝了。这个面包吃起来真的，我感觉要比披萨要好吃多了。水分比较多，所以这个面包烤出来之后它很暄软，并且在面包完全的凉透之后，它依然保持着像刚烤出来的那种暄软的程度。喜欢吃的话，可以一次多做一点，放进冰箱冷冻起来，这样1周早上的早餐就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